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进口手电钻的脉冲冲击电路。它的脉冲冲击电路非常的简单，就用了一个 LM358 和一个转换开关，也就是这3根线的转换开关。它分别为2个点的强档，0是没有冲击，然后1个点的弱档。打到强档的时候，这根红线与这根棕线相接；打到弱档的时候，红线和蓝线相接；打到长开档的时候，红线与这2根线都不接，也就是为0的时候就没有冲击作用了。这个电路看着是很复杂，实际上呢就是一个 LM358 的一个震荡电路以及这端的比较电路。这端就是供电，它的供电呢是直接从火线和零线上过来的，通过线流电阻，这有一个线流电阻降压，然后呢再经这端这2个点是一个二极管，这端输出的是负电压，通过线流电阻加到了我们 LM358 的4角，这端直接通过这个火线，通过这个电容滤波以后加到 LM358 的8角，这个供正电。当 LM358 供电以后，就在它的1、2、3角上形成一个震荡电路，与我们这个转换开关配合，形成一个震荡电路。运放的3角在供电端通过线流电阻给它供电，再通过分压电阻接到地上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固定的电压，并且这有一个加速电容。然后在1角输出端有一个 47K 的电阻进行反馈，这是一个回置叉的电阻。它的2角是通过这个电阻，然后接到这个位置有一个电容上，然后再接这个开关的中心角。开关的这一端是通过我们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在输出端进行反馈的，也就是在1角进行反馈的。另外这边是通过这个333，也就是 33K 的电阻进行反馈的。总之是给这个电容进行充电。由于电容的这个引角接的是2角，所以当2角的电压高于3角的时候，1角输出低电位；当2角的电压低于3角的时候，1角输出高电位。1角输出的信号直接加到了我们运放的6角。5角得到的基准电压是来自于供电引角通过线流电阻，然后对地进行分压的电阻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送到5角。6角的信号与5角电压进行比较，在7角输出，输出以后控制我们这端有一个 PNP 型的3极管，通过这个3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来触发我们这端的可控硅，从而进行一个脉冲信号的输出。由于我们这个开关控制的反馈电阻是不同的，所以它的震荡频率，而且中间加入了二极管，所以它的震荡频率及宽度都是有区别的。所以只要我们转换这个档位开关，就可以控制输出的脉冲宽度以及它的波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 LM358 组成的震荡电路。在电源端经线流电阻，然后对地分压以后，在这儿得到一个基准电压。在上电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刚上电的时候，由于电容要充电，很显然这个反向输入端是低于正向输入端的，那么我们的输出端呢就会输出高电位。它输出高电位呢，经我们这个反馈电阻反馈回来以后，这个电容会充电。当电容上的电压高于正向输入端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这端很显然会输出低电位。当它输出低电压的时候，电容又会放电。当电容放电的时候，电容上的电压又会渐渐下降。当电容上的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的时候，后端又会输出高电位，又通过反馈电阻加到电容上，电容又会充电，如此往复循环，就会输出相应频率的波形。同时我们看这儿有一个回置电阻，这个回置电阻呢会使当后级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会使正向输入端的电压略微升高，当后级输出低电位的时候，会使正向输入端的电压略微下降，这样使我们的波形更趋近于方波。另外，如果在
反馈的地方加入一个二极管，那么很显然它就会起到很大的效果。当然我们如果要是想让二极管不是放电特别快，我们可以在二极管上再加电阻，这样我们看这个波形呢就会发生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端为低电位的时候，那么它会放电非常的快，而是高电位的时候呢，电容充电又会很慢，所以呢这个波形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。我们刚才这个转换开关呢，就是利用这个特点，因为这加入了二极管和不加入二极管，它会变化很大。由于我们 LM358 内部有2个单元，所以后边还有一个运放。这个运放呢，就是把一角输出的信号输入到反向输入端6角，在5角上呢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这个基准电压呢是电源电压的一半，那么它输出的高低电平呢正好经它比较以后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。这个运放的作用呢，能够整形，把不规则的波形变成方波。另外呢，它还能够使前边运放震荡不受输出端的影响，因为我们知道运放输入端它的阻抗是很高的，所以这个输入的信号不受后级输出的影响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